拜登即将卸任，而在卸任之前，他对中国有一个临去秋波，他把全世界分为3等份。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蓝色的部分是第1等份，也是美国信任的盟友，你在这个区域里面，你的 AI 的产品可以自由的流通。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你这个红色部分，你任何的产品你都不可以打进去。那其他的国家等于是留校察看，我有一些禁制。如果你未来透过这个地方将所谓的 AI 产品流到中国的话，那永远就是我的拒绝往来户。我看到了拜登很明显的透过之前的频宽记忆体，再加上这一次的 AI 镜片，完全要把中国的 AI 封印住，完全让中国的 AI 无法发展，无法跟上美国的脚步。那你说拜登现在已经够狠了，对不对？那现在川普更狠，川普说，我要搞一个什么？搞一个国际经济权利法，我等于说未来的这个关税，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加多少就有多少。这个等于是把一把刀放在中国的脖子上。另外，其实，在全世界的政治界里面，都在观察这个东西太耐人寻味了。川普的团队竟然要求跟蔡奇面对面的谈话，竟然要求跟蔡奇对话。然后呢，习近平拒绝。习近平拒绝了以后，你就发现他开始搞了中纪委，开始要进行新的肃杀。这有趣咯。川普的团队为什么要跟蔡奇见面？有人讲说，他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新政局，他已经看到了中国权力的变换，他已经准备。他不是说我要封印中国、包围中国。现在川普难道他要把他的手伸进中国，介入中国的政争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边的帮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人林一峰，大家好。好，第六位是股市分析师冯开平，大家好。是哦，我看到今天拜登的临去秋波，把世界分为3等份，而且中国是最严格的部分。对，任何的 AI 产品你都不可以流到中国。那我们再看到，再加上之前的超频宽记忆体，2个一封印起来，在 AI 的世界里面，你根本就举步不前了。对，你根本就在 AI 的世界里面把你给封印住了。对，你说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你说更可怕的是，川普。对，川普要把关税的权利牢牢攥在手上。更可怕的是，他透过要跟蔡奇见面，代表他们已经完全了解中国的政局。川普要把手伸进中国。宝杰，2025年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一年。为什么？拜登要临去秋波的时候，他现在连出2拳 ，HBM 不卖给你，然后把中国化为这个所谓我全部不给你 AI 晶片，他把中国关进什么 AI 的铁笼里面。铁笼，你永远铁幕里面，你永远没办法拿到 AI 的东西，你注定是在 AI 的边缘人。好，你想说，这个拜登已经很夸张了。对呀，没有，现在川普呢？他说习近平知道我是 F 开头的 crazy man， 他现在真的这样做了。宝杰，他今天说什么？你说我是 I'm crazy。他最近怎么样？要宣布什么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案？要干什么？全力对付中国嘛？他这个所有没有任何框架，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宝杰他现在最新的一招是什么？他现在不是要摧毁中国，他现在要摧毁习近平。他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他要直接介入中国共产党里面的党政的这个斗争。所以说，外面人看不懂。是，你说你去解读是说，因为川普的团队居然对于这个习近平提出一个要求，是我们川普的团队希望跟蔡奇能够一面直接沟通。对，没错。你说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当然，宝杰，那事实上现在新总统要上任，大家都认为说，他要跟美国互相的对接嘛，中国要跟美国互相对接，他们过去有非常多外交管道嘛。那这个没想到川普说什么？过去那些外交管道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要指明跟蔡奇对话，点名。对，那你想看习近平觉得很奇怪，我们那么多外交体系啊、外交部啊、党政的都有，为什么你不跟他们对话？为什么你要跟蔡奇对话？所以呢，让外界就开始猜测说，难道美国认为蔡奇未来可能会位居大位吗？那这个当然对习近平不能够接受啊。他当然第一个事情就说，不行，我不要蔡奇跟你们见面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美国直接跟蔡奇见面，就代表美国认可了蔡奇，当然就给蔡奇极大的一个权利，是的，就会威胁到了习近平。当然了，好，所以这个结束之后，中国马上就开了一个四中全会的这个中纪委的第4次全代会，他就说我要展开新一波的政治大清洗。好，那为什么这样？宝杰，为什么他见蔡奇很有意思呢？你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苏立文他到中国去，他指明要见谁？张幼霞。
就指明见张又侠之后呢，张又侠权力就开始往上升，真的。然后他马上，不是我们说吗？他几乎在这个所谓他们在军委会里面几乎已经力压了这个习近平吗？所以习近平压力很大嘛。就你现在，突然之间你要跟蔡奇见面，那跟蔡奇见面，然后习近平当然就觉得，你不起对就错。所以这某些程度来说，你看。美国已经牢牢掌握住中国共产党目前为止的斗争的态势。我只要去见谁，我不是要见习近平哦，我要见张又侠哦。然后我现在我要见蔡奇哦，那你就知道说，所以我没有跟你习近平见面。对，那你就知道说，对习近平来说，他就知道，显然外界已经知道习近平你现在其实位置不是那么稳嘛。至少在这个军方里面，张又侠是一个大的这个跟你对抗的人。在蔡奇来说的话，蔡奇现在到底是你的人？还是蔡奇准备要怎么做？大家不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气氛就会让全世界开始猜疑，说你习近平到底你的权力到底是怎么样嘛？所以，现在的中美大对抗原来已经不是在贸易上面，没错，不是在军事上面，对，不是在外交上面，现在在政局上都有搅和。我跟你讲，今年只是中美贸易战再升级的开始，这个科技跟整个政治斗争全面的展开，而且这一波呢是要斗到什么程度？斗到什么程度？你死我活为止。至死方休，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看，现在拜登这样做嘛？拜登现在最新的禁令，他把全世界划为3等份。3等份是什么？你看，蓝色的等份、黄色的等份，还有红色的等份。他说什么呢？我们未来 AI 晶片，美国是拥有 AI 晶片的所有的分配权。分配权什么意思呢？蓝色的国家，这里面包括澳洲啦，这个所谓过去的五眼联盟啊，还有韩国、台湾、新加坡，还有部分欧洲国家。OK， 你们这些国家是我的盟友，你我骂几？所以呢，你那个说 AI 晶片完全不受任何限制，你要多少有多少。然后，但是它有一个规定哦，你要建制 AI 算力的时候，你要在你自己的国家建立，你不能够，譬如说我拿到晶片，台湾的晶片，你不可以外包。对，我只能够在台湾做我的 AI 的算力中心，你不能够到海外去做。好，那第2等份来说，黄等份。黄等份就是说，我认为说你可能会跟中国往来，所以我把它画成黄色。那黄色的部分是它有全球管制，1年就给你5万颗的这个 GPU， 你们分配吧，就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那红色的部分来说的话是什么？一颗都没有，一颗都没有。那个你看，俄罗斯、中国啦，然后伊朗这些国家啦，然后柬埔寨，还有一些非洲国家，还有整个委内瑞拉、古巴这些，我一颗都不给你。也就是这样，他等于画了3等份之后，你看。未来中国你要拿到这些晶片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不但是封锁你中国，任何跟中国我怀疑你跟中国交好的国家，我也全面封锁。反正你最多就5万片，你就只能够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事实上拜登对中国，我刚才说把它关进什么 AI 的这个所谓这个铁笼里面，就把它关进去了。那为什么他这么狠呢？我跟你讲，美国这几年也意识到了，我不对你狠的话哦，你只要有一点空隙哦，你就会长得非常大。而且刚刚讲的。现在中芯居然传了一个消息，对，28奈米是它居然打折，杀到4折价。而且没有错，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中芯杀死嘛，没有把中芯杀死，现在中芯反过来杀你。你看它现在的这个所谓代工价格28奈米，它比外面的，人家外面大概是2500的，它现在杀到1500哎，那你外面怎么活啊？所以现在很多2线的 IC 的这个制造公司都被洗，那这样杀下去的。中国的半导体市占率真的往上升，它未来可以达到39%，对，可能是全世界成熟半导体的第1名啊。所以你就知道，你没有把它杀死，它就变成这么大。所以呢，现在拜登已经知道，我不能够对你网开一面，我觉得要把你杀到2楼地。所以现在在流利行一句话说。你把中国戴上手铐，它都可以跳舞。没错，就 AI 领域里面来说，中国就说嘛 ，AI 领域的很多创造者就说，我们是带着这个镣铐，就是手铐来起舞。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宝剑到目前为止，中国有非常多的这个 AI 半导体，他们我没有办法拿到那么先进的晶片，那我怎么做呢？他们用他们的自己的模型，也就是说，他们用人工的方式呢，设计一些所谓数理的方式，然后数理的方式之后，就比如说我一些资料要进到这个所谓 AI 训练模型，我先用数理的方式把它分配完之后，它可以到它最适合的领域去，所以我不要那么高的算力，我就可以算出来。所以中国等于是用它的脑力。加上 AI 人工智慧，它克服了部分的难题，对，所以这个就对美国形成很大的压力，它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它可以算出来跟你一样的结果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几年中国的确在你封锁之下，它就想方设法修康，反正就用很多方法，但甚至他们还结合什么？我们一般的国外的这个 AI 的处理器都是你要用辉达，他们还什么用辉达也可以，就他们发展出用辉达加上华为加上什么全部整合在一起，我也可以做。OK， 有个鸡尾酒，我可以混着这样做。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中国厉害的地方，你不把它压死之后，它就可以钻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拜登要做这么所谓全面性的一个动作。吴总，按照刚刚施总讲，我才惊觉到说，本来以为我觉得拜登已经够狠了，
拜登在所有的晶片的管制上面，在很多的上面对中国进行封锁。我想说，中国的 AI 已经要局部不前了，已经要被封印住了，就没有想到刚刚讲，他说更可怕的是川普上来真的之前讲吧，较长的电文真的是要介入中国的内部，介入内部里面，我真的未来会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觉得我根本认为川普是他是介入每一个国家，介入每个国家，但是中国的内政他一定要介入嘛，对不对？他不介入，他真的介入了，不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的景气跟经济情况不好。那你知道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主要是靠什么？靠政绩。当他的政绩在失败的时候，是不被人民接受哦。所以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嘛。所以现在川普是趁你需要你命，对，他就是趁你病要你命的时候嘛。这时候，所以看那几件事情的分析，你来看的话，就是说美方会指定要求跟蔡奇见面这个事情本身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情报能力有多强。美国的情报能力是全方位的，对，它不是人事情报，它包括空中的这些所谓的空中预警机，它这些不用讲，你美国火箭军在哪个位置，每个火箭军的这个负责人，甚至里面有几个火头夫，他都知道。他的科技情报加上他的人事情报综合能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对，所以他完全掌握了这个中方的，或甚至于大部分重要国家的动态，应该通通都掌握到了嘛。所以在这个情报掌握的精准情况之下，才会提出要求蔡奇见面的这个需求嘛。所以跟蔡奇见面不会提出这些东西啊。所以跟蔡奇见面真的很不寻常。当然不寻常，那他一定是经过情报的判断跟分析嘛。然后这个结论更有意思啊，当中方的反应拒绝他，那就证明他的情况正确了。是哦。对啊，如果中方反应无所谓，不就去就去啊，那给。我就随便让你去啊，对，让你去无所谓啊。习近平否决掉了，他否决这个要求，不是习近平，他们一定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议嘛，因为这个决议对他一定不好的事情发生嘛，那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会影响到内部的一些的新的安排等等。我们一直在等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四中全会到现在还没有开嘛，对，那四中全会我们都知道做什么用的嘛，人事安排嘛。到现在都没办法开啊，等开下去你就知道结果了。什么样开下去就？因为谈好了全部 all settle， 对不对？这时候就开会了嘛。现在是还没谈好，这没有，这目前还在很多的处理的当中嘛。昨天中纪委的全面会议，这都很不寻常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在年底搞这个玩意，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对。但是从川普的即将的作为方式，我要跟蔡奇见面，你不让我跟蔡奇见面，可是蔡奇不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吗？他后来不是讲说蔡奇跟丁薛祥来在斗争吗？蔡奇不是永远都站在这个习近平这边吗？难道蔡奇也有问题吗？不，现在外面还有一种说法，蔡奇仍然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所以说这个交换的条件就是由蔡奇来负担重要的任务。然后习近平一定程度的卸下一部分的权利，这是他可以习近平或是习派唯一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嘛。但是你回头过来看，川普本身是什么样的想法？川普现在目前他要上任之前，他干了很多大事情，对，非常多大。你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吗？美国的第一艘天然气船已经在去年的12月底运抵欧洲，然后同一个时间。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的管线经过乌克兰这条管线，从一个时间5年合约到期封掉了。也就是说，在今年的冬天，欧洲不再用到俄罗斯的天然气，全部改成美国的天然气了。啊，这个是太荒谬，这个是历史上的大事情，这不可能事情它发生了嘛。所以已经由美国天然气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时代。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它在经济上有极大的损失，对不对？对。但是政治影响力是不是损失更大？对。所以像德国、法国这些需要人员的重要的国家，不用靠它了，通通都那个依赖程度相对性降低啊。那这个我们都没有人知道啊，他已经干掉了。对。已经完成这个。而且他还去介入德国选举。然后第二个，你看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这2天多恶劣，他在支持他的德国右翼的选择党。
那个选择党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偏激的小型党，而且德国政府都把它当作右翼的极端分子来看待。然后伊隆马斯克公开支持，说这个你选择党是德国的最后的希望跟德国的未来。哇，这个直接介入德国选举，然后说这个直接就批评。德国现在总理是一个懒惰而没有用的人，就是骂肖兹。那我请问你一个简单的道理，你认为伊隆马斯克是你去干的吗？不是，这川普难道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他们两个人在这边在海湖庄园谈什么，你不知道吗？他跑去搞这个事情，哎，这个是活生生的一个美国人去介入德国选举，然后因为他德国的当局怎么讲？说我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好昏倒。所以我跟你讲。各种事情都发生，包括你看南韩发生的事情，对，也摆明的就是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去把它平息到这个整个战争了，所以到处都看到他的力量在这边不断的在这边深入。所以它深入代表什么意思？我现在讲个概念，因为它整个里面的概念的，就是川普他一直相信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认为他是天选之人。好，是哦。为什么今天刚刚讲的蔡奇这件事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重视？是因为之前发生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而已，他就直接变成了跟美国对话的窗口，他才真的是掌权的人。美国那时候知道，所以现在大家讲说，那蔡奇会不会是第二个这个邓小平？更重要的是，现在蔡奇他讲，蔡奇现在是个狠角色，而且他完全掌控了中央警卫局。没错，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邀请这个蔡奇去是很奇怪一件事？这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说，1979年那时候中国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可能要重新有一个新政局的时候，当时美国卡特政府是邀请谁？邓小平。邓小平那时候他只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而且当家是华国锋，当家党主席是华国锋，他还是这个国务院的总理，他为什么不邀请华国锋去？他反而邀请邓小平去嘛？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他为什么直接找邓小平？因为他们知道嘛，邓小平未来就是他最有权势嘛，未来的8大佬什么，大家军方都站在他身边嘛，所以他只要一起来的话，他绝对会干掉华国锋嘛。所以就是等于是当时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那当然邓小平当然就是未来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嘛。所以卡特当时对中国的掌握非常的清楚，是，所以当时刚刚讲的卡特才去邀请邓小平，对，然后完全的扭转了中美关系。对啊，他知道中国的这个表象，华国锋是最强，但是军权在这个叶剑英手上，叶剑英跟邓小平他们都是比你厉害，所以有一天一定会扳倒他。没多久，果然就是这个华国锋就下台了嘛，就邓小平他们就起来了。绝对美国判断的是非常精准了，在那一次判断那么精准的状况之下，现在找蔡奇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全世界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样。然后中国又拒绝这件事。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蔡奇很重要？因为蔡奇这几年他的确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左右手，一直不断的从福建一直拉他，然后整个北京市市长，那现在又担任一个中国非常重要。他现在主管什么？他现在是主管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就是他。那中央办公厅是管什么呢？因为中国有一个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就是隶属要中央办公厅。那中央警卫局是做什么呢？经济要地所有治安就是他在管，特别是习近平的安全，特别是在整个党中央附近的安全，就是他在管的。我跟他讲，为什么这个职位会引起大家注意？在当时的斗倒这个所谓四人帮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他们去联络这个当时的中央厅的办公室的主任汪东兴嘛，汪东兴就去把他们四人帮抓起来，直接在中南海就把他们抓住了，抓住四人帮当然就倒台嘛。那后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令计划。保田基的令计划也是大败，当时他也是办公厅的主任，他儿子出车祸的时候，他就是用中央办公厅的这个警卫，本来想要把他抹掉之后，结果没想到后来还是被康嘛。那现在蔡奇是这样一个职位啊，所以他蔡奇是这样一个职位的时候，他整个是主管整个目前党中央所有的安全都在身上。然后呢，这时候川普就跟你说啊，来，蔡奇，你来，我要跟你见面。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就是摆明就是他一定某些程度他一定知道中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现在没有对外讲啊，他没有对外讲，但是他就是找蔡奇来。找蔡奇来的话，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因为蔡奇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也不是什么对外联络的人，也不是什么主管经济的，你找他去就是很点名蔡奇，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动作。所以你在说嘛，现在中国内部一定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美国是知道的。所以，宇轩，我们在看台湾的政治很精彩，可是你没有想到，你看到了美国、中国内部比我们想象更复杂。宝来看，美国点名蔡奇的时候就已经介入中国内政了。我讲过去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你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啊，当时蔡奇曾经在2023年的时候，你知道跟谁见面吗？跟谁见面？跟美国的 William Burns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那时候密会哦。
2023年偷偷摸摸跑到中国去，没有人知道哦，就蔡奇接见他的哦。结果宝杰哥，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火箭军大清洗。所以你看他光这个人偷偷拍过去跟你见面，所以蔡奇不是第一次跟美国接触啊，他过去就有这种沟通过的案例嘛。对，那当时马上火箭军就清洗，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嘛，绝对是在字里行间。我讲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字里行间里面听到说，哦，美国怎么知道我们不应该拥有的情报、不应该拥有的机密，而泄露出去？对，所以我们当场回去马上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嘛。再来，各位啊，有一号人物你可能不知道，秦刚，他挂了吗？他过去以什么东西闻名的？宝力哥，外交部长吗？亲美派，他最早他是亲美派的一个人。对，哦，那个时候他本身还没有上位哦，但就后续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后续发生乌俄战争，所以原本在亲美派里面还有我们讲了另外一个对立面，叫做乐玉成的人。啊，那个乐玉成本来是副部长哦，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乐玉成直升变成是外交部长，对不对？结果没有，结果后来呢，美国也是一样，跟秦刚之间会面，跟秦刚之间有联系，结果没有想到，马上后来怎样？乐玉成直接中箭落马，变成是秦刚3级跳，突然间就变成了外交部长。对，但后来秦刚也是因为这样中箭落马嘛，就说他疑似是被美国渗透的嘛。宝杰哥，我跟你讲。今天你看到说美国去点名说，哎呀，我觉得蔡奇啊是个好咖，我要跟蔡奇对谈。我跟你讲是糖衣还是毒药都还不知道。对哈，那搞不好跟你讲，我们讲了高级捧杀嘛，对不对？高级黑，低级红嘛，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你想想看哦，因为现在都传出说法是蔡奇跟丁薛祥2个在斗，丁薛祥是反习派的人，要把他给拉上来，蔡奇变成了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最后的堡垒。那我这样弄，那习近平会不会对蔡奇也有疑虑？我到底是帮还是杀？我跟你讲，宝哥，答案已经出来了吧？因为他已经拒绝了嘛。如果习近平对蔡奇有信任，他管你是不是？当然，中央警卫局很重要，他变成是所有我们讲长官的向上人头，他发布兵变，随时都可以兵变。但是如果习近平信任他的话，理论上应该要用蔡奇去接受这个条件嘛。他不会说什么，哎呀，我们要按照常规啊，我们有20个管道 ，no， 那个管道是跟 Joe Biden 的嘛。你跟川普本来就要创造一个新的 pattern。但你现在当他拒绝说我不相信蔡奇，我跟各位讲哦，蔡奇现在只有2种下场。你们刚才聊到邓小平，对不对？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反面，好的就是说哦，习近平信任他，他成为跟美国之间联系的一个大将，他就会变邓小平。那如果习近平不信任他，他会变谁？你知道吗？在战争时期，因为现在中美战争我们讲贸易战争嘛，过去乌俄战争原本普丁最信任的人是谁？是普里戈金嘛。但后来普里戈金怎么了？向上人头直接没了，所以我跟你讲，蔡奇搞不好现在被点到名都瑟瑟发抖。开美没有想到中美的斗争现在已经到了至死方休，而至死方休的时刻，跟他讲这是你死我活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一个东西紧紧抓在一起。现在没有想到，台湾现在被美国紧紧的抓牢在手上，不但抓牢在手上，还逼着我们要去美国生产。现在不是只有半导体，连军工产业，今天传出来说连汉翔都要去美国了，没有错啊。那我们说的像这个所谓的一个拜登的时候是枭雄制造了这个时势，再加上这个川普进来之后呢，又替我们制造了大饼，包括了譬如说 AI 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外，军工甚至于连很多这种 AI 泛 AI 所运用出来的产业，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这一次这个川普。在这个川普不是这个阿联酋的这个等于说来投资这个200亿美金，那6000多亿这个所谓的一个制药中心，那台湾90%的制药中心，这个伺服器都是90%伺服器都是来自于台湾嘛，对，等于说这块饼都做大了。原来在这个等于说最近一直在扩大美国基地生产基地到这个产能的这个鸿海跟广达，是不是又因此而马上就衔接上去了？马上就把这块饼咬下来了。对，那上次无人机美国商务部带了26家这个所谓无人机业者来台湾拜访，那谁当陆队长？就是世新科当陆队长啊，因为他是100%的美国制造，而且是台湾的公司嘛，等于说他就当陆队长，等于说他很熟，所以说串联起来就是等于说一个因缘际会。如果说今天不是美国帮他挡掉大疆，对，我们的无人机业者有机会吗？没有机会，根本没有机会嘛，根本没有这个竞争能力嘛。现在等于说所有的 component 的全部都因此。即便是譬如说我们的天线供应给大疆，可是如果说今天没有美国帮我们挡掉，我们也没有办法再把这个大饼做大嘛。那我再举个例子，这是西夜之战哦。以前我们台湾有个产业非常感觉到有一点悲剧英雄，对，就是这个 LED 产业。那 LED 产业是这样子，我们当年呢就是说我们决定我们的路线，我们没有做 OLED， 结果韩国 OLED 起来了，结果这个中国大陆 OLED 也起来了，我们没有 OLED， 我们感觉到就很闷，而且我们的面板被杀对这个等于说中国的又杀价竞争，我们的 LED 顶多是 LED， 那我们的面板更不用讲了。结果
慢慢的中国的 OLED 把韩国的压下去了，甚至于韩国连这个基本的 LCD 面板这个都退出去了，那 LED 也几乎快要收编起来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竞争的关系，你看最近有在CES展里面，我们说 AI 什么智慧座舱。智慧这个穿戴眼镜，他们都需要一个东西叫 Micro LED，大家知道吗？Micro LED 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叫巨量移植。Micro LED 是多少？是大概50微米，就是5/1000公分，一个千分之这么小东西。你要巨量移植，你要把它生成出来，移植到这个，比如说眼镜里面这么密集，那个整个完整的移植，而且要没有破，而且要能够修补。这个技术全部的 LED 界只有一家公司是最厉害的公司，叫做 LED 界的这个台积电，叫做什么？叫耐创科技。当年韩国就是跪求说我要把你公司吃下来，他很有骨气，这是在台南成立的一家公司，然后呢到竹科发展起来，结果他说我要把你吃下来，他说不要，可是你可以来投资我，结果韩国的资金进来了，我们台湾的资金也进去了，等于说我们的 Micro LED 我们自己走了10几年这个路已经窜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地方杀价竞争，他想要进入 Micro LED， 还有这一关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巨量移植，可是美国开始在钳制中国了，在整个很多的 AI 的这个边缘装置运用都需要用到 Micro LED， 这个耐创科技它的一个这个利基就窜出来了。那现在呢，韩国啊，它做不出来的也要靠这个所谓的耐创。那我们台湾本身的面板又往这条路来走，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富采投控，像这个彭双浪主持这个富采投控，就是把上下游整合出来的我们台湾的龙头公司，都会在这个所谓的美国压抑中国去中化的情况下，我们台湾本来体质很好的一些公司，把这些不公平的竞争的条件把它剥除掉之后串起来。于是现在美国真的需要台湾需要很多的技术支持。在这次洛杉矶不大火嘛，而且洛杉矶这一大火是在洛杉矶的富人区哦。那如果在富人区，照理讲你的基础设施应该很好哦，他们居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他们要救火的时候，那个消防栓没有水。宝大哥没有错，你要想想看，整个 LA 它最高级的一个住宅区里面竟然发生没有水这状况，而且是谁讲的？是川普讲的。他说8年来基本上已经被拜登呢搞得整个基础建设一塌糊涂。他说 No water in the fire hydrant， 就是说消防栓里面没有水，你也可以没有水。Thanks 9，他说感谢喽Joe Biden， 感谢喽老乔，被你搞砸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嘛，因为你想想看，他们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整个火灾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控制率是0。在阿尔塔迪纳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的随着因为强烈的落山风，就现在你看到的全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火不是直直往上窜？老弟，你看那个火，它是往旁边一直吹，一直吹，等于就是说，因为这个强烈的落山风的关系，导致说整个方圆百里不断的蔓延，甚至是呢许多房屋不只是被火烧，最可怕的是什么？你走在路上，你仔细看那个空气哦，你从那个摄影机镜头呢，包括手机镜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空气里面都是火星，所以就代表说那个火是随着风不断的蔓延，不断的蔓延。而如果控制率0的状况，代表一件事情哦，只能等它烧完了。我们现在水也没办法救，因为消防栓里面也没水。而且这次可怕，他讲他直接就在我的庭院外面，就在我的门口，就在我的落地窗外面。然后你看到之前这个地方都是洛杉矶的豪宅，现在竟然都变成废墟了。对，没有错。包括你看到这个在家中拍摄的人，他的家真是美轮美奂，而且占地我们看到至少100平大，就外面跟瓦斯炉一样熊熊大火。他拍完之后呢，他最后人是有跑掉，但你以为这是一般老百姓吗？不是。现在连明星呢全部都落难，比如说呢，我们讲的，它有一个高级社区叫做太平洋的帕利赛克，里面有谁？邦艾佛列克，各位这个大家总知道了吧？非常有名的巨星，还有 Jamie Lee Curtis， 他全部都受难，而且他们是什么？你看哦，被拍到说他急急忙忙的开着一台他的名车，对，他要去干嘛？接他老婆，接他去前妻跟他的小孩，因为吓死了。而且汤姆汉克斯，所以台湾人非常耳熟能详的，通通都住在这边呢。结果你知道吗？烧掉的价格是多少？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花边教子 Gossip Girl， 对不对？这个利顿梅斯特，你知道他的房子才刚买没多久而已，2亿元的170平的豪宅。所以等我们看，他一开始房子这么漂亮，就现在被烧成废墟了。对，而且不只是这样，比如说这个 Anna Faris。他也是一样啊，买了500万，本来是想说买一个环保宅啊，这环保宅非常好，对不对？我们讲的对环境评估非常的友善，结果没有想到隔天呢，对，因为你是环保的，所以烧到整个人骨头都看不到了。而且不只是这样，你想想看哦，包括我们讲巴艾弗列克，甚至汤姆汉克斯，他们的家都没有办法幸免呢。最贵，因为该区的整个豪宅区最贵的价格，那个房子是上看6亿元哦。所以包括我们讲的，这詹姆斯伍兹他都讲说完蛋了。他说：“我本来前一天。”我还在我的游泳池里面呢，游泳的很开心，结果没想到呢，隔一天马上我的家就没了。那你要我未来要怎么样活下去？所以刚刚讲到的，
很多消防员觉得不可思议是，当我要喷火的时候，里面竟然没有水。